重新回到被诬陷偷拍时，我看着眼前2张熟悉的扭曲的脸，听着耳边响起尖锐的女声，我开心的笑了。我叫陈平安，上一世我的人生就是从这节地铁开始死掉的，被诬陷，被网暴，被开除，父母气绝，未婚妻退婚，我因接受不了站上了天台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当镜头怼到我面前时，我平静地卷起袖子，然后在他们错愕的目光中举起拳头。啪！一声脆响盖过了地铁所有的噪音，车厢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懵了。苏珊捂着瞬间肿起来的半边脸，眼珠子瞪出来。几秒后，她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：“啊！你敢打我！你个屌丝还敢动手！”她像个疯婆子一样朝我扑过来，我往旁边错开一步，抬脚对着举手机的叶林的膝盖窝就是一脚。叶林惨叫跪地，先废掉一个。我转身一把攥住苏珊再次挥来的手腕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力道更大。她被抽得原地转了半圈，一屁股蹲在叶林旁边，嘴角见红。车厢里倒吸凉气声此起彼伏，我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被抓皱的西装领口。上一世我百口莫辩，这一世我只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说话。你怎么能打女人？一个小伙子站出来指责我，想英雄救美，他们诬陷我，你没看见？我没看见他们诬陷你，但我看见你打人了。我被他给逗笑了。所以你没看见的，就等于没发生。小伙子被噎得满脸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打女人就是不对啊！你要是心里没鬼，干嘛动手？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地铁安保制服的男人挤了进来。哼，谁动的手？他一看地上坐着2个女的，快步过去扶起苏珊，一脸关切：“美女，没事吧？”赵丽君，我认得她，上一世就是这个舔狗抢走我手机，还一口咬定监控坏了，让我死都翻不了案。苏珊看到救星，眼泪说来就来：“保安大哥，就是他偷拍我们，被我们发现了还打人。”赵丽君指着我的鼻子：“把手机交出来！”我笑了，笑得她发毛。凭什么？哼，就凭我看见你打人了。我懒得废话，掏出手机直接按了110。喂，同志们，我在地铁上被人诬陷偷拍，对方还想抢我手机。一车人都愣了，赵丽君也皱起眉。你装什么蒜？我挂了电话，看着她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。第一，你不是没资格命令我。第二，别跟我扯什么监控坏了的屁话。这车厢里摄像头不止一个，拿手机拍的也不止一个。我的目光扫过人群，在一个角落里，一个戴着鸭舌帽，正悄悄放下手机的年轻人身上停顿了1秒。上一世就是他的视频，在我死后才还了我一个屁用没有的清白。这辈子我要让真相提前坐上证人席。警局的审讯室里空气沉闷，墙角的老式空调嗡嗡响。做笔录的姓马，40多岁，眼袋耷拉着，他手里的笔一下下的敲桌子，浑身透露着烦躁。说说吧，为什么动手？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他们先侮辱我在先，我才还手的，这叫正当防卫。正当防卫？他笔一划，一拳打歪鼻梁，这叫正当防卫？法律可没规定，被人指着鼻子骂，还得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马长官拧眉，他身子前倾。陈平安，我劝你态度好点，现在是人家告你故意伤害，伤情鉴定要是轻伤，你就得蹲几年，你这大好前程可就全没了。又是这套，上一辈子就在这，也是这几句，直接把我钉死在了耻辱柱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苏珊是个专搞跳碰瓷的网红，他那个在市里当小领导的叔叔就是他最大的后台。但这次不一样了，我看着马长官一字一顿：同志，我也要报案，我要告他们诽谤，还有诬告陷害。他们在公共场合捏造事实，恶意传播，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，让我精神上受到了巨大伤害。马长官脸色一沉：你还想反咬一口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维护权利。事实就是你把人打伤了。我没接他的话，继续说：那个地铁安保赵丽君失职不作为，甚至可能跟他们是同伙，我保留追责权利。按规定，监控录像起码得保存30天。我那节车厢前后都有摄像头，我站的位置不可能有死角。要是警方说监控坏了，我会找律师申请司法调查。审讯室里安静的吓人，马长官脸色变了，他死死盯着我。就在场面僵持的时候，审讯室的门开了，一个年轻人快步走到马长官旁，压低声音说了几句。马长官表情古怪：陈平安，你未婚妻来了，还有他的朋友说想跟你谈谈。林心柔，这名字像根生了锈的针划过心脏。上辈子他是我最后想抓住的光，可当网暴淹没我时，他甩手跑开，拉黑我前最后一条消息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哼，陈平安，你真让我恶心，我们完了，彩礼别想要回去。而现在他来了，还带着朋友，我瞬间猜到是谁。让他们进来。门推开，走在前面的林心柔，一身白裙子，画着精致的淡妆，眼眶红红。她身后那个男的一进来，空气都油腻了，
贾大方，我大学同学，家里拆迁的富二代，也是一直像苍蝇似的绕着林心柔转的货。他一身潮牌，手腕上那块理查德米勒，在这破审讯室的灯光下闪得刺眼。看到他，我笑了。哼，真好，上辈子的仇人凑齐了。林心柔看见我手上的铐子，眼泪就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掉。平安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知不知道事情闹多大了？一开口便是指责，我没吭声，静静看他演。旁边的贾大方开口，网上都炸了，说你是偷拍暴力变态，你让心柔脸往哪儿搁？他说着，很自然地把手搭在林心柔肩膀上，轻轻拍了拍。林心柔没躲，反而顺势靠了靠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凉透了。上辈子我就是被这副为你好的嘴脸给骗了，直到我被开除、负债，才在新闻上看到他俩订婚。原来他俩才是一对，我就是个傻。闹得很大吗？我声音平静。何止很大？贾大方掏出个最新款的香蕉手机，直接怼我脸上。看，热搜爆了，你现在是名人了。屏幕上是我的高清照，旁边那两个女的脸上打了码，评论区炸了。置顶的是我的身份证、住址和公司信息，往下全是骂我的。林心柔身子发抖，马上跟他们道歉赔钱，只要他们删微博、发谅解声明，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贾大方立刻接话：平安，听兄弟一句劝，道个歉。我打听过了，那个苏珊家里有关系，你惹不起，公开道歉，赔点钱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他顿了顿，你要是没钱，我可以先借你，利息就按市面上算。他倒装起好人来了，市面利息怕不是贷吧？平安，你听见没？见我没反应，林心柔更急了。贾大方愿意帮你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答应啊！非得等公司开除你才满意吗？他脸上全是失望和恐惧。原来我的清白和尊严还不如一份工作重要。他根本不在乎我的名声，只怕影响到他。审讯室门再次被推开，马长官拿着文件拍在桌上。陈平安，这是和解协议，对方要求赔50万，录道歉视频，你要是同意，签字这事就结了。50万还是这个数，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逼我。快签啊！我没看协议，盯着林心柔，一字一顿道：林心柔，你信我吗？他僵住了，审讯室一片死寂，所有人看着他。你信我没有偷拍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你有没有偷拍重要吗？现在所有人都看见你打人了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？不重要，我笑了。原来我的清白在他眼里没意义。贾大方上前，以胜利者的姿态看我。平安，心柔也是为你好，成熟点吧。现在社会是什么不重要，别人信才重要。他拿起协议，用指尖点了点签字处，像在施舍。先签了，50万我先转你，改天打个欠条就行，录个道歉视频，说几句软话，委屈一下。男人嘛，能屈能伸。门缝飘进两个女人得意的笑声，是苏珊和叶玲。哼，还以为骨头多硬呢，最后还不是要乖乖认怂。嚯，50万啊！这次咱们发了，晚上去最贵的日料，让那个穷鬼跪着付钱。哈哈哈。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真一样，大家却像是没听见。马长官重重敲了敲桌子：“快点签，别浪费时间！”我看着眼前这群人，想用钱踩我尊严的贾大方，催我认罪的未婚妻，颠倒黑白的，还有门外那两个提前庆祝的女人，他们联手织网，想让我一步步掉进深渊。这次他们休想！我拿起笔，见状，林心柔和贾大方顿时都松了口气。马长官也靠回椅背，我手腕一抖，把笔重重摔在桌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哼，协议我不签，50万一分不给，道歉视频你们做梦去吧！空气凝固。陈平安，你疯了！林心柔第一个尖叫起来。你知道后果吗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！马长官拍桌怒吼：“来人！既然他不肯和解，给我铐起来，拘留！”两个年轻民警立刻上前，拿出手铐。贾大方的脸也彻底冷了，他压低声音威胁：“陈平安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给脸不要，就别怪我不念同学情分，让你在里头吃点苦了。”我看着他扭曲的脸，心里只有一股复仇的快感。拘留我？哼，可以啊！我主动伸出手，不过在铐我之前，建议你们先看点有意思的东西。话音刚落，审讯室的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，一个穿着高级警督制服的中年男人走进来，国字脸，不怒自威，身后还跟着两个拿着记录仪的下属。马长官看到来人，像被电击了一样，当场弹了起来。蒋局，您怎么来了？被称作蒋局的男人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到电脑前，对身后的下属沉声命令：“把叫正义不会缺席的网友5分钟前上传的视频调出来，公放。”很快，一段视频被投到了墙上，画面晃动，但收音效果极好。车厢里，苏珊和叶玲交换了一个阴险的眼神，紧接着苏珊身体一歪，精准地撞在我身上。你干什么？你拿手机拍我！他尖利刺耳的声音通过音响回荡在审讯室里，我看到屏幕里的自己一脸错愕，还没来得及辩解，就被淹没在污言秽语中。穷屌丝，
每个字都像针重新扎进血肉里。但我没移开视线，马长官脸上血色褪去，额角冒汗，贾大方的得意僵在嘴角，死死盯着屏幕。而林心柔下意识捂嘴，身体摇晃，眼神先是震惊，然后迅速被一种巨大的羞耻和恐惧所淹没。视频还在继续，我被乘客包围，保安赵丽君粗暴地将我按在墙上，而苏珊和叶玲则躲在人群后狞笑。视频的最后是一个特写，镜头捕捉到他们手机聊天界面。搞定，等下看我眼色行事，一口咬死，这次必须让他身败名裂。视频播放完毕，屏幕按了下去，两张扭曲的脸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在场所有人的脑子里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是伪造的！门外的苏珊尖叫着冲进来，张牙舞爪地扑向电脑。民警反应极快，反剪他的手臂，将他死死按在桌上。叶玲则瘫坐在地，失神的喃喃自语。马长官嘴唇哆嗦，贾大方的脸色白转红转青，像个调色盘。他感觉周围视线火辣辣的，像要把他的皮扒下来。我缓缓站起身，手铐相互碰撞，发出清脆的金属声。蒋局长，现在还需要我认罪吗？蒋局的视线扫过全场，落在我身上。手铐给他解开。马长官哆嗦着开锁，手腕重获自由，一道清晰的红痕触目惊心。蒋局的眼神冷了下来。马保国，马长官膝盖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地。你的问题，纪委的同志会上门跟你好好谈。现在把你胸前的徽章给我摘下来。马保国彻底垮了，像一滩烂泥瘫在地上。蒋局的目光随即转向了苏珊和叶玲。至于你们两个涉嫌诽谤、诬告陷害、敲诈勒索，证据确凿，罪加一等，带走，立刻分开关押审讯。两个女人被架了起来，她们这才如梦初醒，开始最后的挣扎。你们等我一下试试！苏珊声嘶力竭的嘶吼，企图用背景压人。蒋局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。哼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，我们绝不放过任何践踏法律尊严的败类。他一挥手，苏珊和叶玲被毫不留情地拖了出去，他们的哭喊和咒骂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。处理完这一切，蒋局带着人离开了，临走前还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空气凝固，贾大方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朝我挪过来。那个平安，误会。他想伸手来拍我的肩膀，我侧身躲开，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。是吗？你不是说真相不重要，让我低个头，这事儿就过去了吗？贾大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说不出话。贾大方，收起你的虚伪，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他，将视线转向了林心柔。她就站在那里，手足无措，眼泪把她精心画的眼线冲花。平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不信你。他伸出手，想抓住我的衣角，寻求一丝原谅。如果今天没有这视频，你是不是就准备看着我被冤枉，然后你就心安理得的接受贾大方的帮助，开始你的新生活？我没有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他拼命的摇头，眼泪流得更凶了，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问出了那个早已有了答案，却还是想证实的问题。林心柔，你摸着自己的心，告诉我，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林心柔哑口无言，她的脸上血色褪尽，只剩下苍白。爱或许曾经有，在我年薪30万，能给她买名牌包包，能带她去高级餐厅的时候。可当危机来临，当我的价值消失，甚至可能成为她的负累时，那点浅薄的爱便立刻烟消云散了。贾大方在一旁听得脸色铁青。够了！他一把将林心柔拉到自己身后。陈平安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心柔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你不过是仗着自己占了点理，就想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心柔身上。哼，我们的事轮不到你插嘴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我就要插嘴。贾大方被我的态度激怒了。你别以为事情反转了就了不起了，这件事还没完，你打人的视频还在网上挂着。那又如何？我那是正当防卫。看了完整视频的网友会有自己的判断。判断？网友是最没有判断力的一群人，他们只会被舆论引导。陈平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心柔道歉。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压下去，否则你就等着第2轮网暴吧。他说完，拉着还在哭哭啼啼的林心柔转身就走。走到门口，林心柔还不死心的回头看我。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心中一片平静。哼，第2轮网暴，我等着。走出警局，阳光刺眼。我拿出手机，开机，无数的未接来电和信息涌了进来。我先是给父母回了电话，告诉他们我没事，只是个误会，让他们别担心，然后点开了。果然，事情正在朝着贾大方预言的方向发展。完整视频的出现，让舆论出现了2极分化。一部分网友在为我鸣不平。今天反转，原来是仙女跳啊！这俩女的也太恶心了吧！建议直接判刑。支持小哥，打得好！但另一部分声音也在悄然兴起。
一些营销号大 V 开始带节奏。虽然被诬陷值得同情，但暴力解决不了问题。陈平安的行为已经涉嫌故意伤害。一码归一码，偷拍是假的，打人是真的。我们应该抵制任何形式的暴力。没有人觉得他下手太狠了，对方毕竟是女孩子，细思极恐。言论的背后显然有专业的推手在操作。苏珊和叶林背后的那家机构开始发力了，他们想把水搅浑，把焦点从诬告转移到暴力上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人事部打来的。陈平安，关于你在网上的事情，公司高层非常重视，经过讨论，决定对你做出停职处理，请你明天到公司来办一下手续。冰冷不带一丝感情的通知，和上一世一样，他们甚至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他们眼里惹麻烦的员工就是可以随时抛弃的累赘。我挂掉电话并不意外，暴风雨才刚刚开始，但我不是上一世那个只会瑟瑟发抖的陈平安了。我打开通讯录，找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名字：柳如烟。柳如烟的律师事务所在市中心最繁华的 CBD， 一整层楼，落地窗外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西装，站在窗前打电话，语气犀利：王总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30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要么在今天下午5点前，要么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。别跟我说情面，我的字典里没有这2个字。挂掉电话，他才转身看我，目光像 X 光一样在我身上扫了一遍，带着一种审视和评估的意味。陈平安，是我。地铁事件的当事人。是。柳如烟走到我对面坐下，双腿交叠，身体前倾，给我一种强烈的压迫感。我的咨询费1小时5000，你确定要找我？确定。我拿出一张银行卡推到他面前，这里面有20万，算是前期的律师费，如果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这是我工作几年来所有的积蓄。上一世这笔钱，我原本是打算用来复合林心柔婚房的首付，最后被他以彩礼的名义直接扣下。柳如烟看了一眼卡，没动。钱不是问题，我只接有挑战性的案子。说说你的诉求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：第一，我要告苏珊、叶林以及他们背后机构，罪名包括但不限于诽谤、诬告、陷害、敲诈勒索，我要他们身败名裂，牢底坐穿。第二，我要告地铁公司管理失职以及安保人员赵丽君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，我要他们公开道歉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。第三，我要告那些在网上带节奏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营销号和网络大 V， 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第四，我要起诉我的公司风华集团无故将我停职，这是非法的。我要他们恢复我的职位并赔偿我的损失。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。有意思，你这是想把所有得罪过你的人一网打尽？他们既然选择与我为敌，就要承受代价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要面对的是谁？柳如烟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。苏珊他们背后的是业内有名的黑公关公司，手段很多。地铁公司是国企，想让他们低头难。那些营销号背后都有资本撑腰。至于你的公司风华集团能在本市做到行业龙头，高层没点手腕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柳如烟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棋逢对手的兴奋。你凭什么认为我能帮你？凭你是柳如烟，全城最好最贵的律师，出道5年，上百场官司，无一败绩。你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这些信息是我上一世在绝望中疯狂搜索如何维权时了解到的，可惜那时的我连咨询费都付不起。哼，看来你对我做过功课。柳如烟的笑容更深了。不过光是了解我不够，我需要知道你手里有什么牌。我手里的牌就是真相。我将一个 U 盘推到他面前，这里面有完整视频，还有我查到的一些东西。柳如烟挑挑眉，将 U 盘插进他的笔记本电脑。文件里除了视频，还有一个文档。文档里详细记录了苏珊和叶林过去1年里碰瓷、敲诈另外3名男性的信息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及最终得手金额。这些都是我凭着上一世的记忆整理出来的。上一世，这些受害者害怕名声受损，都选择了忍气吞声，花钱了事。他们的懦弱助长了苏珊等人的嚣张气焰。这一世，我要把他们全都拉到阳光下。柳如烟越看眼睛越亮。嚯，你是怎么拿到这些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手里的武器。何止是武器？柳如烟关掉文档，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。是核弹。陈平安，你比我想象的更有趣。他站起身，朝我伸出手。这个案子我接了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很冷，但很有力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我指挥，在媒体面前，该说什么都要先跟我沟通。我不希望我的当事人是不受控制的愣头青。没问题。我点了点头。很好。柳如烟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。泰米，通知公关部和法务部开会，我们有大生意了。
我知道我的反击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开始。风暴即将掀起，柳如烟效率惊人，仅1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。第2天上午，4封律师函被同时送到了苏珊所在机构、地铁运营公司、风华集团以及10几个营销号负责人手中。紧接着，柳如烟以我的名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现场长枪短炮，座无虚席。我穿着柳如烟准备的西装，坐在发言席上，面对着无数闪光灯，神情平静。柳如烟作为我的代理律师，首先发言，她言简意赅地陈述了整个事件的真相，然后播放了未经剪辑的完整视频，全场哗然。柳如烟又抛出了第2颗重磅炸弹，她公布了另外3起苏珊和叶琳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信息。虽然隐去了受害者的姓名，但作案手法和涉案金额足以证明这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。我的当事人陈平安先生不仅是网络暴力事件的受害者，更是一个吹哨人。他勇敢站出来，揭露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犯罪产业链。柳如烟的声音铿锵有力，极具感染力。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证据，并已提交警方和相关部门。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所有受害者公道。现场的记者们都疯了，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抛过来。陈先生，请问您是怎么拿到那些证据的？陈先生，风华集团已经将您停职，您有何回应？柳律师，请问这次索赔的金额是多少？柳如烟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将话筒推给我。各位，关于大家的问题，我在这统一回应。第一，关于证据来源，我只能说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当一个人决定捍卫自己尊严时，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。第二，关于风华集团的停职决定，我深感遗憾。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要有创造价值的能力，更要有保护员工的担当。我会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我作为劳动者的权益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召开这次发布会不是为了索赔博同情，我只想告诉所有人，尤其是那些曾经或者正在遭遇不公的人。我顿住，目光扫过全场。当黑暗降临时，不要害怕妥协，因为你每次退让都是在为黑暗增添力量。你必须反击，用尽你所有力气，哪怕只有一束微光，也要让它刺破黑暗。我说完，全场掌声雷动，发布会的效果立竿见影，网络舆论彻底反转。之前攻击我的声音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山呼海啸般的支持。陈平安吹哨人，严惩仙女跳犯罪团伙，风华集团欠陈平安一个道歉。这些词条迅速占领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。苏珊和叶琳的机构股价暴跌，多个合作方解约。地铁公司连夜发表声明，宣布对安保赵丽君做出开除处理，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追责，同时向我公开道歉。风华集团也陷入了舆论危机，官网和股票评论区被愤怒的网友攻陷。我的手机响起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喂，是陈平安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让我恶心的声音，是贾大方，他的语气带着一丝讨好和急切。平安，是我，贾大方啊。那个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我也是被蒙蔽的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有事说事，我冷冷的回应。是这样。贾大方顿了顿，似乎在组织语言。苏珊公司老板跟我家有点生意往来，他托我跟你求个情，问问这件事能不能私了，价格好商量。他们愿意在1个亿的范围内给你补偿。1个亿，真是大手笔。看来柳如烟的核弹把他们炸怕了，他们想用钱息事宁人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考虑啊，1个亿啊，有了这笔钱，下半辈子都够了。工作名声在钱面前都不值一提。到时候你和心柔打住！我打断他。第一，我和林心柔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第二，你可以转告他们，我不和解，我要他们所有人都滚进监狱里去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，拉黑了他的号码。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明白，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，比如清白、尊严。贾大方不死心，他又换了号码打过来，被我再次拉黑。林心柔的电话打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平安，你为什么不和解？1亿呀，那是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这笔钱就算我拿了，也跟你没关系。怎么会没关系？我们还没分手，只要你拿到钱，我们就可以马上结婚，买最好的房和车。陈平安，你忘了你当初说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。我确实说过，我承认，但你似乎忘了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林心柔，是你亲手放弃了我们的一切。我那是一时糊涂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怕你坐牢啊。贾大方跟我说了，只要你肯和解，他家就能动关系，让苏珊他们撤诉，还能帮你消案底。原来他们还在用这种谎言欺骗他，或者说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地相信这种谎言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，利益永远大于对错。林心柔，我最后说一遍，我的事不需要任何人插手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以后别来打扰我。陈平安，你混蛋，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没有贾大方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会后悔的。他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的咆哮，我没再废话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后悔，我唯一后悔的就是上一世没有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几天后，
法院传票送到所有被告人手中，柳如烟联合另外3名受害者提起了集体诉讼。开庭那天，法庭外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。我在法庭上再次见到那些熟悉的面孔，苏珊和叶林穿着囚服，面容憔悴，早已没了当初的嚣张。他们的机构老板是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，此刻也是一脸死灰。地铁公司的代表、风华集团的法务，还有那些营销号负责人，一个个都低头不敢看我。贾大方和林心柔坐在旁听席上，贾大方大概是想来看看他家的关系有没有用，而林心柔或许还幻想我最后会心软。整个庭审过程几乎单方面碾压，柳如烟准备的证据链完整而又致命，视频、录音、转账记录、聊天截图，每项证据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被告席上。被告方律师几乎没有还手之力，他们的辩护苍白而又可笑。苏珊和叶玲在最后陈述的时候痛哭流涕，拼命道歉，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希望能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面无表情。现在道歉晚了。当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，当他们煽动舆论毁我人生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没想过给我一个机会？最终宣判苏珊、叶玲因诽谤罪、诬告陷害罪、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机构老板作为主犯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没收所有非法所得，并处以巨额罚款。其余涉案员工也分别获刑。地铁公司、风华集团以及所有涉案营销号被判公开向我道歉，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等共计300万元。法锤落下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上一世冤屈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正好，林心柔追出来拦我。平安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我看着他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，突然觉得很陌生。我没回答他，从他身边径直走过。不远处，贾大方靠在跑车上，不耐烦地按着喇叭。那才是属于他的世界，而我的世界再不会有他。柳如烟叫住了我。陈平安，等一下。他递给我一份文件，这是风华集团道歉信以及聘书，他们恢复了你的职位，还想聘请你担任新成立公关危机部门总监，年薪是之前的3倍。风华集团的聘书，烫金的字，显得诚意十足。公关危机部门总监，年薪100万，对任何一个打工人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。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过错，也是想把我这个人才重新绑定在他们的战车上。毕竟能凭一己之力掀起如此巨大舆论风暴并全身而退的人，其公关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。你怎么看？柳如烟眼神里带着探究。我将聘书连同道歉信重新放回文件袋里。柳律师，麻烦你帮我回复他们，道歉我接受，聘书我心领了，但我不回去。柳如烟似乎有些意外。为什么？这是个不错的机会，衣锦还乡，狠狠打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的脸，不爽吗？爽，但还不够。我看着远方城市的轮廓，一家公司的价值观是从上到下贯彻的。风华集团在我出事的第一时间选择抛弃，而不是调查真相，这说明公司文化里员工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，利益永远高于一切。这样的地方，给我再高的职位，再多的钱，我也待得不安心。更重要的是，经过这件事，我不想再为别人打工了。上一世，我兢兢业业，努力工作，以为只要拼尽全力就能换来美好的未来。结果一场无妄之灾就让我的一切化为泡影。这一世，我想为自己活，我想亲手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、有担当、有温度的企业。柳如烟沉默几秒，然后笑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有志气。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我准备用那笔赔偿金成立公关公司，专门为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陷入舆论危机、求助无门的普通人提供法律和公关援助。想法不错，但创业可不容易，你一个人恐怕忙不过来。所以我想邀请柳大律师成为我的合伙人，毕竟法律我一窍不通，需要你来坐镇。柳如烟愣住了，让我给你打工？他挑了挑眉，哼，陈平安，你的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。不是打工，是合作。相信你的专业能力，加上我的实战经验，我们联手一定能做一番大事业。至于股份，你6我4。柳如烟没有立刻回答，她抱着手臂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，许久她才开口：55分，成交。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，柳如烟也伸出手，和我握在一起。合作愉快，陈总。合作愉快，刘总。我们相视一笑。1个月后，风雨者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，公司名是我起的。我希望我们能成为风暴中无助者的引路人，能听懂他们心声，为他们发声。开业那天，贾大方和林心柔也送来了花篮，祝生意兴隆。我让人把花篮连同人情一起扔进了垃圾桶。有些人的祝福我嫌脏。公司的第一个客户是
是一个被培训带坑害遭网暴的女大学生。第二个客户是一个因为扶起摔倒老人被讹诈的快递小哥。第三个客户是一个被无良媒体恶意剪辑，塑造成恶婆婆的家庭主妇。每个案子都像是我人生缩影。我和柳如烟带领团队搜集证据，澄清真相，反击网暴，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。风雨者的名声也越来越响，我们成为很多普通人遭遇不公时最后的希望。晚上加完班，我和柳如烟并肩走回家，城市霓虹闪烁。累吗？她问我。累，但值得。是啊，柳如烟也感叹道。以前打官司只是为了赢，为了钱，现在好像多了点别的。叫什么？大概是叫成就感吧。他侧头看我，路灯的光在他眼中跳跃，像两颗明亮的星星。我看着他的笑容，心也跟着亮了起来。上一世的地铁将我带向了死亡，这一世的地铁却阴差阳错的让我的人生驶向了一个全新光明的方向。我叫陈平安，平安的少年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。